你有没有发现，旅行最大的难题不是去哪儿，而是怎么计划、预算、怎么分配，玩得尽兴又不超支。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oey 看世界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又简单的旅行计划，它叫1:1:1黄金法则，让你的每次旅行都轻松又完美。所谓的1:1:1黄金法则呢，就是将你的旅行预算平均分成3个部分：机票、酒店和吃喝玩乐。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1:1:1黄金法则，这也是我专门运用到就是 budget 一个旅行的一个方案。那么它这个预算得分成3部分：机票、酒店和吃喝玩乐。每个部分呢都占你1/3的总预算。打个比方，我要到一个地方去旅游，我的预算是3000元，我的机票或者高铁大概占1000元左右，我的住宿就是旅馆的那个费用也是1000元左右，吃喝玩乐包括门票啊、吃饭啊，就是说去不同的地方玩产生的一些费用也是1/3，就也是1000左右。我觉得这个1:1:1法则 make sense， 是因为如果你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，它的机票价格会高一点。因为你去了远的地方，所以你应该在那儿多待几天，去那里多玩一玩。待的时间长了以后，产生的旅行的费用，包括吃饭、门票和游玩之类的费用，那加起来也会相应的往上升一点。这个呢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法则有用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如何控制机票的预算，就是你买机票应该是你最早要购买的那一个部分，所以就说你如果有一个比较廉价的机票的话，那你可以在酒店或者吃喝玩乐上有更多的钱去花它。我给大家推荐就是说，美国的小伙伴们可以用那个 Google Flight 或者 Skyscanner， 就是说你把那个日期放进去以后，它就会告诉你这个阶段哪个票价最便宜。那国内小伙伴们好像我看那个携程啊、去哪儿，还有飞猪那些这个平台上，它也会告诉你，就是说啥时候比较便宜，或者前一天后一天会不会更便宜。一般来说呢，就是你提前大概1到3个月就要开始订机票，就是想你大概要去那儿多久，因为机票往往是最后1分钟最贵的一个东西。下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如何订酒店。我之前呢也有发过一篇小红书说，其实酒店不是说越早订越好，有时候呢你当天订酒店也会很便宜，但是就是说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喜欢就是到哪儿就订哪儿的那个人，那你就可以当天订，或者说你必须有一个很详细的旅游计划，你必须去那个旅馆，就是怕他那个 booking out 就是没有了的话，你可能也需要稍微提早一点。一般来说提早7天就可以了。根据你的预算，你其实也可以订一些中高端的酒店或者比较低端的酒店，就是完全是按照你的那个方式。但包括就是希尔顿，它那个集团下面，它也有不同的那个等级嘛。那 Conrad 就比较贵 ，Hilton 可能是中档的，Hampton 还有一些就比较是往下的。所以说，它同一个品牌呢，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可以供你考虑。后面我就想说的是，订酒店呢，其实也要考虑它那个交通。如果这个酒店它离机场比较近的话，那你可能去市区或者去景点那些地方比较远，你来回的一个交通费用也要考虑上去。或者说你订的地方比较中心，但是酒店的价格比较贵，到后来也很不合算。其实有时候出去玩，你可以订在郊区，但是有地铁站的一个地方。你的交通费用很低，而且它的价格也不会特别高。你要去哪儿玩都可以，就是走个5分钟、10分钟到地铁站，这样的话也会比较方便，然后价钱应该会比较合理。最后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吃喝玩乐那个部分，它也应该占你总预算的1/3左右。吃喝玩乐其实就包括吃饭、美食，然后一些活动啊、门票啊、景点的费用。和一部分就是在当地交通的费用。那美食的话呢，就是看一下大众点评啊，看一下Yelp那些地方，就是说评分高，但是价格不是特别的高的，就可能性价比比较高。那活动规划其实就是有一些景点你必须得提前预约或者购买门票，比如说北京很多景点现在都是要提前预约制的，或者说是有一些博物馆的门票，它可能当天会被卖完。所以它也是你要提前考虑的一个部分。当然，其实每一个城市它有很多免费的景点，比如说旧金山啊，什么渔人码头，
Union Square 那些地方，它其实都不用钱，但是它也挺好看的。OK，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做一个实际的案例演示。比如说，我们想从北京去泰国的曼谷玩，然后是时间定在下一个礼拜。大概我们看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啊，这个机票的价格便宜一点的大概在$300左右，237、288、296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酒店的价格，就是曼谷市区内的酒店的价格，用酒店的价格去反推我们要去曼谷玩几天，就会影响我们机票的价格。那么我在这里看到这个酒店呢，感觉也是参差不齐哦。它这里20的也有，60的也有，70的也有，80的。我们可能大概考虑一个70、80的价位。那我们70、80的价位，相当于是80块钱一晚的话，288，那300块钱的话，我们可以住4晚。60、70块钱的话，你可以住5晚，所以我们机票的时间段可能会选择4到5天左右，在那个泰国的曼谷。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曼谷有什么可以玩的。它这个有一些景区，这就是美元的价格，就是有什么可以玩的，就可以找一找。再看一下就是吃，它是怎么吃。然后他说，平均的话吃饭也很便宜哦，大概就是10块钱一个人，还是比较便宜的。那当然贵了就上不封顶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曼谷它的吃饭比较便宜，但是住宿和机票是大头。所以如果吃饭比较便宜的话呢，那我们可以在泰国曼谷多停留一段时间，这个也是比较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就这3个方面综合考虑来说，旅游的话，机票、酒店和吃喝玩乐这3个，就是基本上是分成1:1的比例是比较好的。这个1:1黄金比例呢，它其实可以让你轻松的安排好每一次旅行。这个方法呢也简单易懂，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用的话，请在那个下方留言区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呢，也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、加留言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好，我们这一次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